这是一个在美国流传许久的都市传说。听说在美国的公路上，你会看到一群年纪约10岁左右的孩童站在公路旁，等待好心的司机停车。一旦停下了车，他们便会试图闯入车内的恐怖故事。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故事：黑瞳少年。相传有这样一群少年，因为没有眼白，眼睛看上去就是一团黑色的，他们就是神秘的黑瞳少年。当你和他们对视时，会感受到一股无法抗拒、无法摆脱的力量，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样，逐渐丧失了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几乎会答应他们任何要求。关于黑瞳少年的起源，时间要追溯到1998年，一个美国当时颇具人气的论坛。这个论坛有一个版主是记者，在经过了一次诡异的驾驶经验后，把这次经验分享到了论坛上，声称自己在一次奇怪的驾驶途中遇见了几个奇怪的少年。当时他正开车行驶在公路上，突然发现路边有几个少年正朝着车子挥手，像是在寻求帮助。于是出于好意，记者在他们身边停下了车子。不过正当记者准备打开车门的时候，却被眼前的几个小孩奇特眼睛吓了一跳。记者发现这群小孩眼睛都是黑色的，没有任何一丝眼白，深邃的就像是深渊。当记者盯着他们眼睛看时，感觉自己好像被催眠似的，不由自主地缓缓摇下车窗。随后一个少年便对他说：叔叔，我和我的朋友们迷路了，你可以顺道载我们一程回家吗？这个声音让当时有点恍惚的记者瞬间的清醒了过来。也许是因为记者本身独有的警觉性，让他总感觉这几个小孩有问题，再加上刚才短暂的失去意识，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拉下车窗。这时车外的那群少年似乎有点开始不耐烦了，脸上的表情逐渐的狰狞了起来，并朝着记者喊道：快点开门让我们进去，快点开门让我们进去，我们只是小孩，没有危险。但此时记者甚至都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记者发动了引擎，只想快点离开。此时车窗外传来了这群少年用几乎是怒吼的声音咆哮着说：你不发出邀请，我们不能进去，快放我们进来，快放我们进来。事后记者回忆到此事，认为这些少年似乎遵守着某种契约，所以必须别人答应他们的请求或是邀请，他们才能实施行动。这是关于黑瞳少年的第一起事件。论坛上有网友质疑说，这是版主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博取流量而编造的故事。但是也有人对记者的故事产生共鸣，并分享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件。在2008年时，一名女网友分享了自己经历了黑瞳少年登门事件。那天晚上，这位女士正在家里休息，突然间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她惊醒了。这位女士便朝着门外询问说：是谁在敲门？随后门外传来了似乎是少年的声音。少年大声的询问说：可以让他们进到家中借个手机打电话吗？这时由于已经是深夜了，这个女士只有一个人在家，并不太方便让陌生人进来，因此便委婉的拒绝了这位少年。但是此时这位少年随即又开始敲门，而且力道比上次更加的大力且急促。无论这位女士怎么拒绝，这群少年坚持就是要进到屋内去，态度从一开始的礼貌变成了不耐烦。他们不断的尝试说服这位女士：你不用害怕我们，只要开门借我们打个电话就好。过程中，女士好几次都有着想开门的冲动，但是当她从门外的猫眼中看见门外的那群少年每个眼睛都是没有眼白的时候，女士产生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直觉告诉她绝对不能开门。最终她幸运地躲开了一场灾难。这群少年到底来自于哪里？为什么而来？究竟他们是超自然生物，还是只是一场恶作剧呢？或许只有等到开了门后才会晓得吧。